前阵子美国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一个保险公司的 CEO 走在路上突然被枪杀，社群媒体上面却有很多人觉得凶手干得好，到底发生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保险 CEO 命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12月初一位美国保险公司的 CEO 汤普森在上班的路上被枪手连开3枪袭击，当场死亡。现场遗留的弹壳呢，刻有拒绝以及拖延的字词。很多人怀疑凶手可能是因为理赔的纠纷想要报复保险公司，而这个猜测呢，也在社群媒体上面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很多人都出来分享自己被拒绝理赔的经验，认为是制度害凶手呢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犯案。而且在嫌犯曼吉扬落网之后，有媒体报道他不止家境好，还是常春藤名校的高材生之后，更在网络上面引发了崇拜热潮。不只是他的 X 账号追踪数呢一路暴增，破了40万。他大学母校教授还发现说，成为这个学校的教授从没有这么的骄傲过。甚至呢，还有人称呼曼吉扬是真正的美国英雄，帮他募款打官司，而且至今他已经募到了超过7万美元。但也有人对于社群上面的反应感到害怕，甚至觉得他们是在美化暴力，假成对立。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嫌犯？美国人又为什么这么讨厌保险公司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Siri， 你知道 NASA 怎么样把一个10坪的小套房那么大的望远镜发射到外太空的吗？怎么发？这已经比火箭还要大了吧？没错，你看不只是望远镜本身比火箭还要大，它背后的这个太阳能遮罩还大的跟一座网球场一样。那怎么办到的？用折的，科学家呢就是用折的把整个韦伯望远镜缩进火箭里，放到外太空之后呢，还能够自动膨胀打开，还原后的这个机械精密度呢是一根头发的宽度的1/1000那么准，太猛了！科学的力量。兄弟，你也想要体验一下科学的力量吗？啊？你相信这是一张沙发吗？来自纽约的时尚沙发 SoFoam 拥有独家 FoamTech 真空海绵科技，能把一张沙发压缩进1个小纸箱。I try so hard and got so far。就算你住在没电梯的公寓小套房，一样可以轻松上楼，优雅进门，简单搬回家。而且他们的高密度回弹海绵让沙发展开后依然蓬松，超强的支撑性，坐起来感觉饱满又耐用。模组化的设计让各种空间的居家布置都有更弹性的选择，太舒服了！全新上市 Module Cube 方块压缩沙发正在啧啧火热开卖当中，超早鸟享61折优惠，前100名下单再送3组不同色的沙发布套。点击资讯栏链接，跟我们一起抢先开箱吧。2024年12月4号的清晨，50岁的汤普森走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饭店外，突然被一位嫌犯近距离的开枪射击，当场身亡。而在案发现场呢，警方发现子弹壳上面写有拒绝还有拖延等字词。那因为汤普森呢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联合健康保险的 CEO， 再加上这些字词呢常常会跟保险理赔有关，警方锁定嫌犯是预谋犯案，并且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捕行动。5天之后，嫌犯曼吉昂在麦当劳被捕。警方在他的随身物品当中找到了一把3D 猎鹰的枪支。根据警方说法，这把枪呢跟汤普森命案当中所用的武器吻合。此外呢，还有一份自白说，虽然警方并没有公布自白书的内容，但有位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在网络上面公开了全文。在自白书当中，曼吉扬把保险公司比喻为寄生虫，认为他们自作自受。他认为美国有最贵的医疗系统，保险公司的市值也一直在增长，但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却在全球只排42名。他质疑大众可能都被保险公司给利用了。他强调他是第一种用这种残酷的方式诚实面对这一切的人。此外，也有媒体报道，嫌犯曼吉扬呢不只是出身富裕家庭，还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曼吉扬出生在美国东岸的巴尔的摩，一个有影响力而且家境优渥的房地产家族。他从小呢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止高中担任这个毕业生的代表致辞大学呢还用优异的成绩从常春藤联盟之一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除此之外呢，家人跟朋友也都很喜欢曼吉昂，认为他对人亲切有礼貌，同时也乐于助人，所以当他们听到曼吉昂被逮捕，都感到不可置信。唯一的迹象呢，可能是近年来他的背部饱受病痛折磨。有记者找到疑似曼吉扬的社群媒体账户上面呢放了背部手术的 X 光照。有医师表示说，这种手术呢通常是用来缓解严重的背部疼痛问题。曼吉扬的朋友呢也说，曼吉扬因为背部疼痛，不止无法冲浪，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感情生活。在手术之后，甚至呢也不跟他们这些朋友来往了。
此外，还有媒体发现曼吉扬在网络上面评论大学炸弹客卡辛斯基的著作，认为卡辛斯基呢虽然暴力，却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这线索呢，让很多人猜测曼吉扬可能是因为保险理赔纠纷才会犯案。那虽然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这些传谣，而且联合健康保险的发言人也表示说，曼吉扬并不是他们的客户，但美国的社群平台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同情他，甚至把他当成是英雄。网络上面支持曼吉扬的声音主要可以分成2种，首先呢是把曼吉扬视为勇于揭露真相的英雄，有人做梗图呢称呼他是医疗正义的守护神，还有人把他呢跟这马里欧兄弟结合，比喻他是打倒大魔王的人，讽刺保险公司的压迫。另外也有网友呢在 CNN 的枪击新闻下面留言说，向汤普森的家人致上哀思，但不幸的是我的哀悼不在理赔范围之内，用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冷漠语气来嘲讽这起命案。再来呢，也有部分的人虽然不支持暴力，但非常的同情曼吉昂。有网友说，他的母亲因为癌症需要昂贵的药物，但保险公司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理赔，最后他们不得不卖掉这个房子来支付费用。他说：“我不支持暴力但完全呢能够理解那种对于体制的绝望。”还有一位呢自称是急诊室护理师的人也说，他亲眼看到很多垂死的病人被保险公司拒赔，这让他觉得很恶心。如果从病人跟家属的角度来看，他实在无法同情汤普森。甚至还有人说，如果我们的社会正常运作，曼吉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到底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的讨厌保险公司呢？刚刚提到，在案发现场呢，警方发现弹壳上面刻有拖延跟拒绝等字眼，这是美国人呢在跟医疗保险公司打交道时很常遇到的情况。2010年有一本书批评美国的保险公司会透过3D， 也就是拖延、拒绝还有抗辩等3种手段来尽量的减少理赔金额，而这也让很多申请理赔的投保人感到无助跟绝望。比如说呢，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有人因为保险公司拖延给付，让他们错过了黄金治疗时机，病情变得更加的严重。也有些人呢，本来都透过保险给付，长期使用昂贵的药物，但某一天保险公司突然无预警的拒绝支付费用，为了活下去，他们只好背上庞大的医疗债务。根据统计，目前有1亿名的美国人欠下了医疗债务，而他们欠下的总金额高达了2200亿美元，相当于是希腊整个国家的 GDP。而且病患如果想要跟保险公司申诉，不止花时间，也越来越麻烦。一个专门帮病患解决理赔问题的慈善机构统计，在2018年，如果想要解决理赔问题，平均要打16通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来搞定。而现在呢，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27个。更让民众生气的是，这样子效率差又动不动不给付的保险制度还非常的贵。BBC 的报道指出，一个美国家庭平均每年保费大约是25000美元，但如果去看医生呢，还是要自行负担好几千美元的医疗费用。美国健保研究机构调查也发现，有将近一半的人呢，在一些他们原本以为免费或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的项目上面被收费，而且还有10%的受访者表示说，明明是医生建议的治疗措施，保险公司却拒绝给付费用。近期，全美国最大的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甚至还被指控利用演算法来预测病人是否还需要接受照护，而不是透过医疗专业人员审核。这起争议呢，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过，面对社群一面倒的批评保险公司，也有专家对这种风气感到非常的担忧。卫报的报道当中，有专家认为，很多人讨厌医疗保险公司确实是有原因的，而且也很合理。但让人担心的是，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接受用当街枪杀某个人来回应这种愤怒。这个立场的人担心把曼吉扬当作英雄可能会模糊化合法抗议跟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这不只是对于受害者的家属不公平也可能会美化暴力，助长更多的极端行为。除此之外呢，《纽约时报》也报道，有联合健康保险员工匿名受访，表示公司一直很清楚投保者的不满，但大部分的高阶主管呢都避谈这件事情。而汤普森呢，其实是少数想要推动改革的高层。他曾经在内部的演讲当中呢，强调现有的制度常常会让很多的投保人感到困惑。他呼吁公司应该要想办法去改善这些问题。所以呢，也有人认为曼吉扬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而是被自以为是的正义冲昏头，然后误杀掉了盟友。这样反而会让少数愿意改革的人变得更少，甚至可能因为这种极端的行为影响他们想要改革的态度。那在命案发生之后呢，有很多的健康保险公司开始在网络上面呢删除掉这个领导团队的照片跟资讯，甚至取消面对面会议，建议所有的员工暂时在家工作。有人认为这起命案呢，虽然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但短期内保险公司比较着重在于改善高阶主管的人身安全，制度层面是不是会真的出现改革，可能还需要时间观察。那至于嫌犯曼吉扬，目前被指控犯下了谋杀等等的5项重罪，而其中最严重的罪名可能会让他监禁10年。
但他的律师强调，他没有看到足够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曼吉昂就是凶手，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大众应该要保持无罪推定原则，不应该未审先判。首先，我们也想要强调一下，这起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曼吉昂到底是不是凶手，他又应该负多少责任，还需要后续的审判结果才会知道。那先不论凶手是谁我们自己在看这起事件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蛮难过跟遗憾的。这起命案本质上呢就是一个暴力事件，也应该要谴责，但也有很多的民众没有办法同理汤普森，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被复杂又昂贵的保险制度搞得苦不堪言，又没有足够的救济管道。最后，这种无助无奈的情绪就在这起社会的事件当中爆发了出来。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看到有人画梗图讽刺这个议题：一个西装笔挺的人被枪杀，大家会说这是违法谋杀；而同个西装男收了钱拒绝给付理赔，让很多人因此死亡，法律却说没事。当然，这个梗图的内容不一定完整或是符合实情，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可能是因为保险的范围不相符，或是提供的资料不完整等等，才会拒绝理赔。但这张梗图之所以被很多人传播，很可能呢是因为它呈现出了一种不公平。当制度性的问题导致很多生命受到威胁时，这些受害者往往得不到重视。可是当一个代表体制的高层受害，却可以迅速的引发社会的关注。这种强烈的阶级跟权力对比更加深了大众不满，可能也让这起谋杀事件的网络风向变得这么的一面倒。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汤普森真的像媒体报道的是一个改革派，可是他却意外被杀，也让我们觉得蛮惋惜的。或许凶手有他想要实行的正义，但这种极端暴力的方式反而让真正愿意推动改革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可能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失去正当性，真的非常的可惜。那在遗憾跟难过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这次事件获得的关注可以真的推动实质改革。如果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系统的问题，或许会比较有机会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的发生吧。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对于这起命案你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凶手的行为最应该谴责暴力就是不对。B， 我虽然不支持暴力，但觉得保险公司的问题更大。C， 我觉得凶手跟保险公司应该分开看混在一起呢会很难追究责任。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国保险命案。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美国青少年矫正计划以及零元购现象。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